我把油墨带来了，2大车，够你们用的了。我们的现金呢？当然。你答应帮我们解决后续麻烦，什么时候实行？丹佛先生说的是帮您向美国政府解释油墨突然失踪的首尾吧？当然。美食油墨公司主管丹佛与销售员杰克狼狈为奸，倒卖特种油墨后因分赃不均发生火拼，主管丹佛被杀，销售员杰克失踪，至今在逃。您看这个理由好不好啊？不要杀我！不要杀我！我没看见，我什么都没看见。爸爸常说，死人才是最可惜。把这个家伙的尸体运走销毁，等我们把东西运走后，就派人去巡捕房报案。是。陆姐，你怎么会在这儿？你不是在待命吗？又跑哪去疯玩了？哎呀，瞧瞧你，弄得这么邋遢，可不像平常的你样。没什么，遇到新麻烦。赶快洗个澡，换件衣服。今天可是你的生日。陆姐，别磨蹭了，赶快去洗澡。洗澡的时候别拿着枪。陆姐，今天可是我的生日呢，你怎么只点了4根蜡烛？因为今天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特殊的日子。3月12日，对露露姐有什么特殊的意义？3月12日是我失去双亲的日子。3月12日，也是我失去妹妹的日子。3月12日，也是我重生的日子。从10年前的3月12日开始，我就把我的生日放在了今天。你到底是谁？
这就是我。自从你被日本特务抓走以后，我就一直在找你，想要救出你，没想到你却一直在我身边，而且还成了严谨的养女，被日本人当作鼹鼠安插在 CPA。对，我是严谨的养女。我也承认，我进入 CPA 是另有目的，但是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报仇。报仇？你报什么仇？日本人才是我们的仇人。你胡说！我们的仇人是华侨爱国会，那是严谨在骗你。10年前没有 CPA， 杀死我们父母的是日本人。不可能！是严谨大佐救了我。当年要不是他收养我，可能早就被那帮南洋强盗给杀了。我不许你污蔑她，小小，你不要再喊那个名字了。叫小小的女孩，10年前就已经死了。如今的我是回来复仇的西西。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在找你。如果你真的是我姐姐，你就应该跟我一起去报仇，而不是站在这里指责我。正因为我是你的姐姐，我才不能看着你认贼作父，一步一步的错下去。小小，你知道，为了你所谓的复仇，我们有多少同胞命丧敌手？管不了那么多了。我只知道，我要报仇。阻止我的人都得死。那你就开枪吧。最后问你一次，我们到底是姐妹还是敌人？我们是姐妹，可如果你还为日本人做事情，就只能是敌人。小小不哭，抱紧小熊，不管到了哪里，姐姐都会保护你。
底是怎么回事？你不但丢了油墨，连自己的身份也暴露了。西西，爸爸不是责怪你，胜败乃是兵家常事，但是我们必须要找到原因，要总结教训。是我不小心，我愿意接受处罚。现在说处罚什么的还言之尚早。虽然丹佛死了，新版油墨被炸毁，但是我们手上还有一张王牌。爸爸的意思是重新启用奇吻。对。奇吻继承了蓝猴对伪钞油墨的调配技术，当前只有他有可能分析调配出新版油墨。西西啊，你在 CPA 的身份已经暴露了，我很可能对你展开追杀。这段时间留在爸爸这里，好好辅佐奇吻，调配油墨。是的，爸爸，我一定会将功赎罪。一定能找到证据。族徽。谢谢知道这个密室。孤儿册。西西，你要的证据，姐姐找到了。大黄，大黄，大黄。西西，你要的证据我找到了。我说过下次见面就是你的死期。岩井不仅只有你一个女儿，除了你之外，她还有25个孩子。这些事情你都知道吗？这回你又编什么故事？我没有编，岩井其他的孩子都已经死了，下一个就是你。证据呢？证据在哪儿？就在这里。爸爸是从来不会把重要的东西留在这儿的。我想，你根本就不知道岩井在这里有密室吧？不可能！你别在那信口雌黄了。看来岩井就没有真正信任过你。跟我去看看就知道了。
一手策划了燕姐遗孤成长计划。严谨他们伪装成国民党军警，趁乱屠杀进步人士，然后收留这些遗孤。这些孩子从小接受日本军国主义的洗脑教育，接受是非人的特工训练。等他们长大以后，都成为日本人的杀人机器。他们只知道为军国效力，因为他们仇恨中国人，感激日本人。这份档案里的26个孩子，每一个都是严谨收养，他们每一个都管严谨叫妈妈。你编这本册子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吧？还要我怎么证明你才能相信？我以父母的在天之灵向你保证，这一切都是真的。西西，你现在必须尽快做出选择，因为严谨给你的时间已经不多了。看在你费了这么多心思的份上，我今天就先不杀你，快走！西西，有些事情你必须得面对。这颗红宝石是我父亲临死前在仇人的身上抠下来的证据，如何验证，就看你自己了。西西小姐，您是找严谨大总吗？爸爸不在。是，那我帮您去找他。不必麻烦了，我也没什么事。坐。请。西西小姐，那我先出去了。好。日本有很多家族的族徽，用的都是3叶的泽蟹纹，但是只有浅野家的族徽，把泽蟹纹涂成红色。这枚夜行的红宝石，就是从浅野家的一个族徽上掉下来的。我查了严谨的资料，他和浅野家有很深的历史渊源。西西小姐呢？刚刚还在这儿。你怎么了？我是来带你走。我说，如果有一天我发现了真相，我们就一起离开。现在，我是来实现诺言。你不该来的，可惜一切太晚了。这个瘸子说的不错，你不该来的。西西，
你很惊讶吗？啊？其实很简单。当我得知特高课昨晚值守的特工今天早上没有回来述职时，我就知道有外人来过了。让我猜猜，应该是你的姐姐 ，CPA 那个露露嘛。当然了，真正让我产生警觉的，还是你留在我办公室里的那块红宝石。那个会长是上任家都赐予我家的家宝，可惜10年前因为一次行动而缺失了一块宝石，这让我遗憾了很久，可是没有找到。我的乖女儿又把它给我找回来了。我不是你的女儿。也许你是我众多儿女中最优秀的，可是如今你却变得这样迟钝，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是你的感情。住口！是你杀了我的亲生父母。没错，是我杀的。我还杀了你姐姐的父母，因为他们仇恨大日本帝国。这没什么，知道吗？我们大汉民族天生就是来统治你们中国人的，知道吗？更何况，现在你的头还能回吗？这些年来，你一直效忠你的仇人，杀害了你的众多同胞，中国人会怎么样的看你呢？在他们的眼里，你知道你是什么吗？你就是一个汉奸。说了那么多大道理，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有多爱国，只不过是借着帝国的名义满足你自己私欲的变态罢了。你给我闭嘴！舍不得你的小情人了吗？这样吧，我可以把西西交给你100步，只要你心甘情愿继续当我的摇钱树。西西，你似乎忘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除了是你的爸爸以外，还是你的教官。女神的本事都是我传授的，你不是我的对手。我告诉你，你不会再有机会。这里面的东西能够让你过真正自由的生活。快走！我不能留下你。眼睛跑了，这里很快就会被特高课的人给包围了。带上我，咱们2个人都走不掉。我不能留下你。你快走！快走！快走！别跑！站住！
着！现在就得让他一个人冷静一下，他刚知道真相，他需要一个人去调整。现在这个时候，就算你找到他，也无济于事。只有等他自己走出来，他才有可能重新面对你。回来了，我们都在等你，很多事情你不在等你。我是不是沾满了同胞的鲜血？我还能回头吗？这不是你的错。西西，你记住，你绝对不是孤单一个人的。你还愿意认我这个妹妹吗？当然，我们永远都是好姐妹。答应我。回 CPA 吧，我们一起粉碎严谨的计划，为我们的父母以及被日本人屠杀的同胞讨回公道，好吗？那南风吹来清凉，那夜莺啼声细唱，月下的花儿都入梦，只有那夜来香吐露着芬芳。这里就是北野君向我多次提起的上海滩不得不到的王朝舞厅。是的，渡边阁下，我倒是没看出来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王朝歌舞厅虽然不像百乐门那样享誉中外，但却因为一个女人而红遍上海滩。一名女人，这倒是引起了我的几分兴趣啊。就是那个女人，王朝的武氏皇后露露小姐。既然渡边阁下对这位露露小姐有兴趣，不如今晚不，对于这样气质品貌俱佳的女人，我有更好的安排。哦，渡边阁下是想让露露小姐参加这次的亲善选美活动？当然，而且我还要将选美大赛的场地就设在王朝舞厅，一举两得。原来如此，渡边阁下真是深谋远虑。来，哎，听说日本人要征用王朝舞厅？对，他们想在王朝举办亲善选美大赛。哦，真是没有想到，北野他还有这个雅兴。西西传回情报说，这个亲善选美大赛的主持人是个叫渡边光一的绘画大师。渡边光一？对，这个人我知道，
他是日本知名的画家，在欧美也有相当的知名度。怎么，这个人有什么问题吗？西西为什么特别提到他？我和西西都觉得，这个人绝对不是单纯的画家，他给我们的感觉特别不舒服。能让我们的2大王牌都感到异常，那这个人肯定不寻常。而且，北野对待渡边的态度，好像也很有问题。你想，北野这种少壮派的高级军官，能对一个画家如此谦恭？如果说北野喜好绘画，不管你俩信不信，反正我是不信。所以我觉得这个渡边一定没那么简单。好吧，既然渡边是选美大赛的评判，那么露露，这次要靠你。你的任务就是获得选美大赛的冠军，然后伺机接近渡边。我走。哎，露露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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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露露姐，你听说了吗？李经理要我们去参加日本人的选美大赛。我知道。哎，露露姐，你参加吗？不参加行吗？那不成汉奸了吗？就是谁说的？就是参加个选美罢了。而且日本人把刀都架在我们脖子上了，谁敢不去啊？我们比不了那些名媛淑女，有家世有背景的，大家都是出来讨生活的，老板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吧。我听说那些日本人杀人如麻，还特别色。放心，日本人这次打着亲善的幌子，应该不会轻举妄动的。不是说了吗？拿了冠军还是有奖金的。那露露姐去，我们也都去，好不好？好吧，好吧，那就去吧。那咱们准备一下。哎，露露，怪请舞女的情绪安抚下来了吗？为什么你一定要让他们也参加？我们的女员工完全可以完成日本人的名额。露露，北野不是好糊弄的。我们这儿的女员工，除了你以外，都是些擅长战斗的行动人员。平时让他们在上面陪人跳跳舞还行，真要是让他们参加选美比赛，搞不好是要被拆穿身份的。露露，这点李经理说的对。这次选美比赛，并不只是王朝一家，全上海所有有名气的舞厅夜总会都在受邀之列。让我们的员工与那些舞女混在一块久了，难免会露出破绽，惹出麻烦。你说呢？我知道了。北野大佐，哎呀，你亲临王朝，有失远迎，有失远迎。李经理，这次亲善选美大赛的通知收到了吗？收到了。当我得知北野大佐把亲善选美的场地选在我们王朝，我简直欣喜若狂啊！能为皇军效劳，一直是我的夙愿。没想到李经理这么支持皇军。当然，就在刚才，我还在向我们舞厅的姑娘宣传皇军的好，真的。露露小姐可以为我证明。露露小姐，我们又见面了。这位先生，我们好像是第一次见面，怎么能是又见面？昨天晚上我来过，那时你在台上，我就在这里，欣赏你精湛的舞姿。那实在是抱歉，我可能太专注表演，没有注意到你。不，你看到我了，我知道。北野大佐，这位先生好像是第一次见面，幸会幸会。李经理，这位是渡边先生。渡边先生这次是专程来看露露小姐的，你就不要再打扰他们了。好。既然李经理如此热心皇军的事情，那么我们就研究一下这次选美活动的安全保卫工作。但凭北野大佐吩咐。露露小姐，能否麻烦你带我参观一下王朝舞厅的格局？当然。露露小姐，要好好陪陪渡边先生。愿意为您效劳。渡边先生，请。请。李经理，客气了。
大佐请。渡边先生，请。这就是我们的贵宾厅，没有什么特殊之处。露露小姐，我很想知道，这只是一个普通的舞厅，为什么会存放这么多的陈年好酒？当然是为了款待像渡边先生您这么高贵的客人。哼，露露小姐，你跟那位李经理认识好久了吧？没错，我们认识很多年了。我看到你们很默契，不像是舞厅老板和舞女之间的关系。怎么说呢？反而更像是配合了多年的搭档。渡边先生，你怎么会有这种感觉呢？哼，我只是随便这么一说。这里也没有什么可看的，不如我带您下去坐一会儿吧。要不要带上一瓶好酒？算了，我不喜欢洋酒，还是清酒比较适合我。露露小姐，请。渡边先生，请。报告。进来。这次青山选美大赛的安保工作进行的怎么样了？报告大佐，一切尽在掌控之中。渡边先生对王朝歌舞厅有种特殊的感觉，他希望我们全面搜查王朝。渡边先生，他不是绘画大师吗？难道？渡边先生是这次青山选美的总评判，同时也是我们帝国的骄傲，绝对不容有失。更何况渡边先生的绘画境界很高，对于事物的观察和把握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敏锐。我命令你全面搜查王朝歌舞厅，确保青山选美活动的安全。嗨，大佐，你找我什么事儿？露露，说正事儿。我找你就是想问问，你那个渡边到底怎么样了？观察敏锐，判断准确，是个很厉害的对手。昨天晚上，他让我带他参观王朝，与其说让我带他，不如说是他拉着我走。而且，他第一时间去了酒窖。他的直觉认为，如果王朝有问题的话，酒窖将是第一突破口。王朝娱乐公司总部是由德国教官团提出的设计方案，带有很浓厚的军人色彩。他能够在第一时间怀疑到酒窖，说明这个渡边很有可能受过正统的军事教育。我总觉得这次选美很奇怪，不仅是这个渡边，还有北野的态度。北野？对，2年来，北野所有的活动都跟细菌武器有关，怎么会突然搞起选美活动呢？你不觉得不怪吗？目前还看不出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总而言之，我们掌握的情报太有限了，希望老贵能带回一些新的线索。渡边先生，请问这次中日青山选美大赛有没有什么政治和军事意义？是啊，渡边先生，回答一下吧。说两句吧，渡边先生。渡边先生，啊，渡边先生，渡边先生，有没有什么军事意义啊？说两句吧，渡边先生。真好。一会儿见，一会儿见。
哎，你怎么才下来？我在酒窖碰到路边了。渡边先生，您怎么会在这儿？我也很好奇，露露小姐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出现在这里？她察觉什么？没有，幸好有西西帮着掩护。其实岩井小姐很喜欢王朝的红酒，她每次来，我都陪她在贵宾室喝上几杯。这个渡边可真够难缠的。那当然，他可不是一般人。你查到渡边的资料了？给他看一下。根据西西提供的资料，我通过特使霍华德调阅了美国海军情报处的资料，我终于挖出了这个家伙的真面目。这个渡边光一是日本海军高参，在日本军界素有当代名师之称。竟然把他比作日本的特工之王，一个人能抵10个师团的名师元二郎。而且这个家伙擅长特种作战，日本天皇为了掩盖他的身份，特别准许他可以不穿军装。他实际的军衔是少将高参。这么年轻就官居少将，难怪这个北野对他如此信服。由此判断，选美只是一个幌子，他真正的目的就是想利用风船把细菌带到第2战区，以及共产党的根据地。想来之前利用飞船攻击美国本土的行动，也是他的杰作。他有风船作战的实战经验，必须除掉他。柯明，千万不要冲动。如果一旦有闪失的话，我担心咱们王朝的地下总部就保不住了。可是我们现在没有时间了。依我看，只要计划周密，不要让渡边死在王朝里，应该不会有人怀疑到我们。哎呀，露露小姐，你今天可是相当亮。哇，诸位佳丽，你们今天太漂亮了。李经理，岩井少佐，你也在啊？我想跟露露小姐说一点事情，你能不能通融一下？不行，大赛期间不允许任何人接触参赛佳丽，这可是渡边先生的命令。就一小会儿，好歹我也是王朝的精灵吧？难道就不能有一点小特权？好吧，好吧，你们快点啊！啊，谢谢，谢谢。好漂亮啊！什么秘密呀？谢谢，谢谢啊，谢谢。什么事儿？瞬间，对方没有感觉吗？放心吧，针尖上已经做了麻醉处理。谢谢你的法宝，剩下的就要靠运气了。没错，但是要记住，一切以保全自己为主。我知道。好了，你准备一下吧。你很漂亮。这是为最后庆典做的准备，我们需要时刻保护渡边先生的安全。诸位，这次的行动非同一般，一定要做好
最坏的打算。待会儿我们就把东西拿上去，放在该放的地方。一旦刺杀失败的话，第一时间发动袭击，一定要给总部留出撤退的时间。诸位报效祖国的时候到了。是。我为你歌唱，我为你思量，夜来香，夜来香，夜来香。等等，大总，完全没有那个必要了。露露小姐就是今晚的花国皇后，其他佳丽虽然美艳动人，但却无法和露露小姐相媲美，所以我宣布，今晚的冠军就是王朝舞厅的露露小姐。露露小姐的表演很精彩。非常遗憾了，岩井小姐。如果岩井小姐报名参加选美大赛的话，那最后的桂冠争夺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毫无悬念了。露露小姐的戒指非常别致。能否让我看一看？这么劣质的戒指，不好让渡边先生过目，是这样的吧？我想今晚渡边先生送我的冠军才是最好的礼物。经理，上面被日本宪兵包围了，警民要见露露小姐。那事不宜迟，老贵，你协助西西去摧毁日本人的桐油厂，我跟露露小姐去会会那个阴魂不散的渡边。各位太君，这是干什么呀？啊！我告诉你们，我跟你们北野大佐那可是有交情。林经理，我们没有别的意思，
我们只是奉渡边先生的命令，来请露露小姐。请吗？带着武装宪兵来请吗？你别误会了，这些人是来保护露露小姐的。保护？我跟你们走。好，请。露露小姐，请原谅我这样随意的装束。在这里，我不会像在外面那样拘束。我是一个崇尚自然的人，对你们中国天人合一的境界十分向往。渡边先生请我来，所为何事？当然是要向你兑现我的诺言。露露小姐不会如此健忘吧？昨晚的颁奖典礼上，我曾答应过露露小姐要送你一份冠军大礼。今天把你邀请来，就是要兑现我的承诺。我相信这份大礼，露露小姐你一定会满意的。渡边先生是要在这里送我礼物吗？当然，这里只有你我二人，不会有其他的人来打扰我们。露露小姐不要在意，他们不是人，只是我的收藏品罢了。可是他们都是活人呐，渡边先生竟然喜欢拿活人当收藏品。库尔戈武士传说是被夜神眷顾的武士，也是黑暗中的精灵。我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他们自然也就成了我的收藏品。既然露露小姐对他们难以释怀，那就到我楼上的画室。我相信那里非常适合向露露小姐展示我送给你的礼物。请跟我来。这些都是我的作品，也是我的收藏品。它们来自世界各地，我每到一处都会寻找那里最完美的女孩，然后将她们的美永远留在我的作品中。的确很美，可是和露露小姐相比，她们实在是不值一提。您过奖了。露露，在我见到你的那一刻，我就知道，你将是我这一生中最伟大的杰作，因为你是最完美的。渡边先生，这个世界没有完美的人。你的笑容是这世界上最完美的笑容，我要留住它。露露，让我为你画一幅画吧，我要把你永远留在我的身边。我知道你有很多不同的身份，我还知道你很厉害，甚至比我楼下的库尔戈武士更加令人生畏。我早就看出了你的不凡，所以我不允许你拒绝我，你只能属于我。你什么时候给我下的迷药？在你进入别墅的那一刻，这屋里淡淡的熏香其实就是迷药。除了我和楼下的4位库尔戈武士，其他闯入的人都会在不知不觉中吸入迷药。现在迷药发作了，
露露，你太狠心了！你的躯体将是我最完美的收藏品之一，你怎么能忍心伤害它？乖乖的睡吧，当你再次醒来的时候，我将带你踏上最伟大也最美妙的旅程。露露姐醒了，露露姐醒了，露露姐，没事吧？你怎么样啊？露露姐，这是什么地方？你们怎么都在这里啊？选美大赛结束后，我们就被日本宪兵集中起来，然后就被带到了这儿。他们想把我们怎么样？我曾经听守卫说要把我们带上一艘去美国的船。快，行动，小心！是渡边回来了，正好，顺便把渡边一块干掉。等等，有情况。怎么特高科的人被撤走了？不好，会不会疯传计划另有内容啊？空飘炸弹只是个幌子，可能因为我们炸了工厂，日本人要提前实施真正的疯传计划。冲进去！露露小姐，你醒了，让你受惊了。渡边先生，你什么意思？为什么把他们都抓来？他们都是疯传计划的重要一环，而你则是我的收藏品。你到底想怎么样？很多人会以为，疯传计划仅仅是毫无技术含量的空飘炸弹。其实，真正的疯传计划，就是在座的各位佳丽。我要带上我的作品，和诸位佳丽，前往美国进行巡回画展。而致命的病毒也会和诸位佳丽完美的融为一体，传遍美国的每一寸土地。你只有一个选择，和我一起完成这个伟大的作品，成为我最终的死亡天使。觉得头好疼啊！用力下。好，
我不想死，我做你的收藏品。这就对了。露露姐，你别去！不要，露露露露小姐，请你放心，我是不会杀害他们的。他们都是疯传计划的重要环节。不过，如果不听话，皮肉之苦在所难免。你果然做出了明智的选择。当然，活着才是最重要的。好了，非常的完美，开始吧。放他们离开。刺下去吧，露露小姐。作为亲自实施这个伟大疯传计划的人，我怎么可能不注射病毒呢？难道你不怕死吗？看来露露小姐的境界还不够高啊。这也正是为什么你们中国那么多人却无法战胜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原因。你们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去给他们注射病毒？